今天是我和沈南洵的订婚典礼，但我没想到，他和他的秘书早就计划好，婚后让我意外死亡。直宁是爷爷的救命恩人，我要是不娶她，老头子哪肯把家主之位交给我？你说呢，宝贝？2年的恋爱，全是虚情假意。我不过是他拿到继承人位置的棋子。可惜他们忘了，棋子不一定会乖乖就范。我要让他们一败涂地。沈令琛是沈家的私生子吧？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听说冷得像块冰。青爷别招惹。哦。师宁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沈南洵，你背叛我，那我便换个男人，照样嫁进沈家。为了我弟弟的命，沈家的医疗资源，我抢也要抢回来。嫂嫂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如果我说我就是来找你的，下去。佛子清心寡欲，是不是从不曾动心？我的拉链开了，你愿意帮我拉一下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然知道，沈令琛，我的小叔子。既然知道，你还敢来找我？因为我不想做你嫂嫂。你敢不敢睡我？你在玩火！订婚宴当日跑来找我，不怕被别人看到？怕？那又能怎么办呢？为了救弟弟的命，我必须嫁进沈家，拿到沈家的专属医疗资源，只能换一个结婚对象。谁让我对你一见钟情呢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我喜欢你，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。石宁，你在里面吗？订婚仪式马上开始了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哥哥来了，快放开我！他来了就不让我碰了。你说未婚夫在门口，我们这样不是更刺激？门怎么锁了呀？沈令琛，放开我！石宁，什么声音？你敢命令我？明明是你先招惹我的。石宁，快开门！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你最好给老子解释清楚！沈令琛，求你了！
南玄，我没事，我来上炷香，不小心碰到架子上，我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哦，那你快点啊，客人都在等着呢。你可真会撒谎。订婚礼物，还是一点没变，跟3年前一样，用完就丢，渣女！师父，求求你，我弟弟出车祸了。先生，我弟弟出车祸了，我只要50万医疗费，只要能救我弟弟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什么都愿意做，也包括你的身体。小没良心的，不仅忘了我，还这么急着嫁人。安琪，把今天庄园里所有的监控全部调出来，我要知道他为什么要接近我。如果我说我就是来找你的，你敢不敢睡我？有意思。南玄，什么时候和他解除婚约啊？你再这样拖下去，我可真要生气。莹莹乖，等我坐上继承人之位，沈家长媳的位置自然就是你。听话。这媳妇漂亮的让人挪不开眼。可不是嘛，南巡这小子真是好福气。阿玄，你和你的秘书在聊什么？看你们这么亲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才是未婚夫妻呢。工作。石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在恭喜你们。是吗？那我真是要好好谢谢你，毕竟我们家男人这么优秀，总会有那些不识趣的女人往他身上贴。你说是吗，程秘书？大宁，这么多人呢，别胡闹啊！爷爷，今天是我沈家大喜的日子，阿寻是我长孙，阿宁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今天他俩订婚，这不就是喜上加喜，亲上加亲吗？好，爷爷，扶您过去。走走走。订婚在即，能阻止这场婚事的，并且我还能嫁入沈家的人选，只有沈凌晨了。沈先生，你刚才咬疼我了。狗东西，真无情。
石小姐真是让人羡慕。听说家道中落，母亲精神状况也不太稳定，弟弟还躺在医院里，但能嫁入沈家，真是命好。程秘书不用担心，我家南巡呢，一向对我很好的，他可舍不得我吃一点苦呢。我连虾壳都没自己剥过。南巡，我想吃虾。啊，好。阿宁，吃虾。石小姐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被蚊子叮了一下。阿琛，这次从海外回来，是不是不打算回去了？爷爷，海外市场的布局基本稳定了，所以接下来我想把重心放回国内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阿勋那边正缺人手帮衬，你俩兄弟要齐心呐！啊，是。阿琛，你刚从国外回来，应该是第一次见嫂嫂吧？不知道你对这桩婚事怎么看？小叔子，你现在阻止，来得及哦。您的饺子好吃不过饺子，订婚宴吃这个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嫂嫂生得如此美丽大方，我哥能娶到她，也算是她的福气。这狗男人真是油盐不进，看来这场订婚宴只能硬着头皮接下去了。这是特意定制的订婚戒指。谢谢爷爷。阿宁，我给你戴上吧。这可是克什米尔的无收蓝，全球都难找的孤品。配上石小姐这手，完美的像艺术品。程秘书，好看吗？当然好看。石小姐能够嫁入沈家，戴上这枚戒指，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婆可比不了。也不知道多久的工资才能买得起。克什米尔矿早就绝了，程秘书要是能买到，也算是程秘书的本事。一点见识都没有，上不了台面的女人。我有点不太舒服，先走了。阿雪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不是有意的。没事儿，别多想。嫂嫂，刚才是我失礼了。这串佛珠送给嫂嫂，全当是我赔罪。这是要和我撇清关系？嫂嫂不喜欢。这佛珠不会是定川寺里大师开过光的那串吧？听说是老方丈亲手给令琛的，多少人想求都求不到，价值早就破亿了。喜欢，谢谢令琛。把这破玩意扔了，那个私生子的东西脏得很。为什么？他妈就是个妓女，要不是爷爷觉得我管这么大的公司忙不过来了，轮得到那个垃圾回来认祖归宗吗？再怎么说他也姓沈。阿雪，你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？小骗子，还算有点良心。反正呢，都是沈家的东西，我就当是你送给我的，白捡个大便宜，不好吗？还是你机灵。
差不多。阿宁，你弟弟最近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。医生说，醒来的可能微乎其微。你别自责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他是为了救我才出车祸的，是我把他害成这样的。但是没关系，只要我嫁进沈家，我就能救他。只要我嫁进沈家，我就能救他。爷爷，您最近身体好多了。这2年多亏了你在身边调养，我心里有数。关于你弟弟的事儿，我已经让人争取到了特效药的实验名额。这种药资源有限，我们沈家刚好有这个资格。等你嫁过来了，这个机会就是你弟弟的了。真的，谢谢爷爷。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。你还打算嫁给沈南旭？当然不。沈南轩要我死，我不可能把我的命白送给他。没有沈南轩，还有沈凌琛。就他，听说他特别冷漠，不近人情，你还指望他？是。沈家要回祖宅祭祀，他们会住在旁边的帝豪酒店。你帮我查一下沈凌琛的房间号。就算他真的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，我也必须要拿下。小雨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姐姐一定会救你的。沈凌琛住在3126房，能不能睡到他就看你本事了。我穿成这样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你放心，男人都喜欢这一口。我还给你准备了小礼物，很刺激哦。找我有事？我来找你做点事。沈总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？你平常都是这样勾引男人的？安琪，把我门口的监控调出来。把门打开！现在。沈凌琛这个狗男人，衣冠禽兽，冰驼子，宅男中的战斗机。好正点的小妹妹，你要不要叔叔帮你检查身体啊？让开！你玩的挺花的呀！你穿这么骚，你还装什么贞洁烈女啊？你开一下，叔叔给得起。哼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倒是挺会说话的。这样玩是吗？来来来，我玩你妈！记住我这张脸，以后你若是再敢调戏姑奶奶，我要你好看！哥哥，我怕。我才怕呀！
沈先生，你身上好香啊！沈公子，不，沈公子，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呢。你大人有大量，你放我一马。滚！哎，好。我就知道，沈先生不会不管我的。你明明对我有感觉。撩完哥哥，又来撩弟弟，你想兄弟俩一起吃吗？不要别人，只要你，好不好？想玩火，我成全你。玩这么野啊？那个，其实这个是……好好待着，别乱动。你，沈凌晨，你个混蛋！美女在床，你也不动心吗？我对主动送上门的女人不感兴趣。你放开我！你没钥匙。算了，我困了。等会儿沈总玩够了，记得叫醒我。阿勋早上还要找我。陈哥，您要的消息查到了。石小姐多半是察觉到了两人的关系，这次突然来找你，多半是为了报复。还有，石小姐的弟弟石玉3年前起就是植物人状态，而沈家恰巧有最新的科研项目治疗名额，恐怕……所以他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你吩咐医院那边，所有的医疗资源直接给他。您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夺权，和石小姐牵扯太深，恐怕不太合适啊。你走吧，把烟灭了。是。让你背叛我，让你利用我，让你想害死我！沈南雪，别走！睡在我的床上，却喊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。师娘，你爱着沈南雪，还敢招惹我？在你眼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报复沈南雪的工具吗？把酒店监控销毁，截图，匿名发到圈子里去。你不是等沈南雪吗？那明早让她亲自来捉奸，你说怎么样？下去！这不是沈凌琛的房间吗？石宁怎么会在那儿？一个女人半夜3更去找你弟弟，不是求安慰，就是……石宁这个贱人，竟然和沈凌琛搞在一起了！南雪，别生气嘛，阿宁这么做是在给你机会啊。如果老爷子知道了，一定会把沈凌琛踢出继承人名单的，到时候沈家就是你的了，还不用娶她稳定位置了。啊，哼，他倒是给了我一个好机会，那我就去亲眼看一看这出好戏。沈凌琛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天亮了，
沈凌琛那个混蛋居然没有叫醒我。阿宁是不是在你床上？她可是你大嫂，你连她都敢碰，你疯了吗？你给我等着！沈凌琛，你是不是在洗澡啊？快躲起来！沈南巡来了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我在你房间，不然他肯定会借题发挥的。石宁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和沈凌琛搞在一起了！他人呢？他人呢？他在洗澡是吧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南巡，我一个人在房间，你怎么会怀疑我跟凌琛乱搞呢？不可能，这就是沈凌琛的房间。昨天晚上这一层的监控都被人删掉了，你敢说不是你动的手脚？人呢？你再这样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和沈凌琛搞在一起了？昨天晚上我是被酒店安排住进来的，我怎么知道这是凌琛的房间呢？你凭什么这样说我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够了！爷爷，是我让阿宁住进来的，你要追查就查我吧。身为沈家人，说话做事要有证据，捕风捉影、撒泼打滚，这是继承人的样子吗？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早上要去老宅烧香，这里离得最近，我怕阿宁昨晚下班太晚，回去不太方便，就直接让他住进了酒店休息。昨晚酒店没房间了，就临时安排他住进来。爷爷，谢谢你替我解释。阿琛昨晚就去了老宅，现在早课都做完了，你刚睡醒，就闹这一出，不嫌丢人呐？不是，爷爷，我道歉。阿宁，对不起，是我太爱你了，一时鬼迷心窍。沈南雪，你要是真的在乎我，就不应该先怀疑我。爷爷，那我先去准备上香的东西了。只要能救我弟弟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听说，前世500次回眸，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。阿琛，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缘？愿这一炷香，替我讨心愿，让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，喜欢的非我不可。阿琛，你说，神灵会不会实现我的愿望？沈凌琛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讲的话，别乱讲。神灵面前是讲真心的。我哪句不是真心的？酒店的事，是你安排的吧？你是不是吃醋了？但是我对我心爱的男人都很宠的。师娘，别逼我现在就弄你。弄？在哪弄啊？这儿吗？我最讨厌虚情假意的人。你要报复的是沈南巡，现在你目的达到了，我们俩也该一刀两断了。
阿晨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在神灵面前都敢讲假话的人，我不感兴趣。以后别再来招惹我。你以为我想对你花心思啊，狗男人！好在也不吃亏。阿宁啊，你跟阿寻的订婚宴已经办妥了，是不是该考虑给我这个老头子生个重孙子呀？啊！爷爷说的对，我今晚啊就和阿宁回房间好好商量商量。爷爷，我这2天有点感冒，今天晚上可能……那就更应该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了。爷爷盼你早日给我生个重孙子。爷爷，你说这话也不避讳这些，小叔子还在呢，他听着多尴尬呀，是不是呀，阿晨？怕什么？这一家人有什么避讳的？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考虑传宗接代的事啊！只要他给我生下孩子，除了嫁我，他没选择。等继承人位置稳了，马上踹了这个小贱人，跟英英在一起。沈南轩一定会来，沈令辰不会真的袖手旁观吧？不行，得逼他表态。就真的愿意眼睁睁看着我被你哥碰吗？沈令辰，你真行，看来只能我自己动手。这女人平常碰都不让碰，今晚一定得睡了她。阿宁，我知道你这是第一次，别怕，我会很温柔的。这一刻，我等好久了。不行啊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呢。你到底愿不愿意让我碰你啊？还是你一直在吊着我？怎么会呢？我就是有点害羞。果然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都能上树。今天晚上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总得喝杯酒助兴吧。你等我一下。还真是有情调。今天晚上的我，想给你点儿特别的体验。我会让你舒服的。怎么这么远呢？你是不是喝太快了呀？要不是怕安眠药会发得太快，今晚高低把你揍成猪头。哼！嫂嫂好兴致啊，刚放倒一个，又来投怀送抱另一个。哪有沈大少这么好的雅兴啊？大半夜不睡觉，躲在大嫂门口听墙角，真是好风雅。
你早就过来了，是不是看到了我给你发的那张照片，你忍不住了？男人啊，就是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愿意，可实际上动作比谁都快。你误会了，我恰好路过，仅凭一张照片，就想让我帮你摆平麻烦，你的筹码太廉价了。可惜了，沈南轩已经被我摆平了，剩下的也不用你操心。沈老爷子想让我给他生个孙子，总有办法敷衍过去。那下次呢？你还可以给他下几次安眠药，他有了抗药性，就换一个花样继续演戏。你疯了！衣服太松，看着烦；衣服太松，看着烦。他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感觉他吃醋了？毕竟男女有别，嫂嫂还是洁身自好一些。哎，老爷，别偷听了，年轻人谈恋爱害羞的，您这样太尴尬了。我就听听吧，看看小南薰有什么动静。没动静啊。你要是真怕被抓包，不如演得像点儿。闭嘴！小情侣谈恋爱哪有这么规矩的？难道吵架了？不对劲。南玄啊，南玄，你轻点儿。这才像热恋中嘛。行了行了，不打扰他们了。叫的还挺好听的。今晚的事儿，你最好给我忘干净。小傻子。怎么这么晕呢？该死，我怎么睡着了？石宁最近越来越不对劲了，防我防得像贼，不行，我得尽快跟他领证。他最在乎的是那个弟弟，那我就从他下手。石小姐，石玉的病情有加重迹象，情况不容乐观。特别药物已经抵达医院，但必须由沈家核心成员亲自签字确认，我们才能启动。我马上安排。去查一下石宁，看他是不是出事了。阿娘，爷爷刚吃过药，医生说要静养，叮嘱过谁都不能打扰他。我弟弟命在旦夕，我只要爷爷签个字就好。爷爷确实不能吵。再说了，字可以我签，只要你愿意，咱们领个证就好了。想用药物威胁我，沈南轩还真是低劣的让人恶心。阿雪，结婚是大事，我怎么能擅自做主呢？我弟弟可能也没那么严重，我先去医院看一下吧。沈南轩，你不忍，别怪我不义。石宁，我等你来求我。沈总，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石玉的病情恶化，沈南巡故意压着不给批特效药。他还真是个见死不救的。还有，石小姐来了，让她进来。对了，你去趟医院，把特效药送过去。是。
狗男人，身材还不错。别误会，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。说说。我弟弟的病进了急救阶段，医院调来特批药物，可必须沈家人签字。沈南轩卡着不批，说只有我愿意嫁，他才帮我弟弟一命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知道沈家只有你的能力才能压得住沈南轩。我可以帮你，那你呢？你拿什么来换？我知道你回来的目的，沈南巡的位置你也想要，不是吗？但你是不是忘了，沈老爷子最看重我，谁娶了我，谁就多半能坐稳沈家继承人之位。你就这么看不起我？觉得我要拿到公司，需要靠一个女人？你我也算是一见如故。阿晨，你难道不想让沈南巡彻底在沈老爷子那儿失去宠爱，拉他下马？你拿交易做幌子，拿我当跳板，这样的交易我不需要。继承人之位我早晚能做得上，有你没你没有区别。可现在能帮我的人只有你，我求你了，阿晨。是不是没有特别的事情，你就不会来找我？来人！我弟弟的事情真的很着急，把他带出去。石小姐，请吧。你什么时候才会明白，我想要的是你的心？石小姐，没有沈总的命令，你不能再进去了。魏医生，我弟弟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我正在紧急的联络，一定能赶得及的。石小姐，药物1个小时前就已经用上，十二公子亲自授权。沈凌琛，你确定是1个小时前？没错啊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他早就帮我了，却一句都不肯说。沈南巡没得逞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得先下手为强。阿晨，谢谢你。为了表达我的合作诚意，今晚我会送给你一个小礼物。还算有良心。爷爷，我今天收到了这些照片，告诉我说要拿钱换底片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本来是想忍一忍的，可是我想到沈家的名声，我还是去找了阿晨，询问他的意见，等事情处理妥了才来告诉你。我真的不想让爷爷知道了生气，可是阿轩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混账东西，这还没结婚呢，就背着你勾三搭四的。阿宁，你放心，待会儿他回来，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把沈南巡给我找回来。是老爷。陈宁不愿和我领证，跑去汤泉找沈令琛，我要他身败名裂。阿宁，你今天怎么去了汤泉找阿琛啊？爷爷，
爷爷，他们一个是我的未婚妻，一个是我弟弟，他们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把我的脸都丢光了。您一定要替我做主，惩罚这对狗男女。爷爷，好啊，你还有脸来告状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程英是你的秘书，你真的是把沈家的脸都丢尽了。阿玄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我今天收到这些照片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所以我才去找了阿琛。幸亏他处理及时，否则的话就要酿成大错。爷爷，不是这样的，这照片是误会，是程英拉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肯定是有人陷害我。再说了，就算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如果他们两个之间清清白白的，阿琛为什么要帮他？他弟弟的药只有沈家人签字才有用，为什么阿琛要签？他凭什么动用沈家的特级资源？他不是一向最冷血的吗？药？什么药？爷爷，小玉的病情今天突然恶化了，您当时刚好在休息，我去找阿琛询问照片的时候，顺便让他签的字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真的没有想太多。嫂嫂本就是沈家人，顺手帮个忙。爷爷，真的谢谢你，阿琛。这药，阿勋难道不想给我吗？怎么现在有种故意刁难我的感觉？沈南巡，一个兔崽子，怎么回事？没有的事情，弟弟把药给阿宁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爷爷，照片真的是误会，我跟程英之间绝对没有不清不白的关系。那是他喝醉了强拉我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你不是第一次让我失望了。城南的改造项目交给阿琛来处理吧。不是，爷爷，这个项目我一直在跟进，我都铺了大半年了。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？一般。装。爷爷，今天是我冲动了，但是这项目是我亲手铺下的人脉。您现在交给阿琛，我在公司里就没有地位了。阿琛回国之后没少出力，这个项目由他来处理更稳妥。哎，爷爷，可我也能做呀，我做的绝对不比他差。照片的事，这次就算了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绝不护短。哎，还是爷爷最疼我。来喝水。沈令琛，我不会让你得逞，还有10年。爷爷，我看您最近的气色很不错啊，看来最近调理得很好嘛。这2年呐，多亏你的精心照顾，还耽误了你跟南巡培养感情。真不知道哪一天我才能抱上大重孙子呀！哎，爷爷，不然我去公司入职吧，这样也好跟南巡好好培养一下感情。这是好事啊！你进了公司，多跟南巡培养培养感情，早日给爷爷生个大胖重孙子啊！来，谢谢爷爷。沈南巡偷鸡不成，以他的性格肯定会报复。进了公司，正好亲自盯着他，找证据替他出局。南巡哥，我当着见不得人的情妇都多久了？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呀？哎，别急啊，宝贝儿，再等等。我知道你呀，最善解人意了。阿璇，该死的，他怎么来了？阿璇，躲桌子下面，别发出声音。快！在吗？阿璇，你怎么一脸紧张的样子啊？难道我来的不是时候？有吗？哪有？可能太忙，太突然了。这香味好像不是我平常用的香水啊。是吗？哦，可能是刚刚程秘书来送资料的时候染上的吧。
南浔啊，今天爷爷让我好好跟你学习集团业务，可得坐近一点，方便学习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时候不好好在家照顾爷爷，跑来公司干什么？你这么紧张干嘛呀？还是说你心虚啦？真做了什么偷人的事啊？哪有啊？我怎么可能偷人呢？哎，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。好宁宁，我现在工作有点忙，等我忙完去找你啊。那我等你哦。没问题。沈南浔，今天的教训不过是开胃小菜，今后我会让你的丑事人尽皆知。干什么？踩了别人手指头，心情这么好啊？你跟踪我？我看戏，顺便提醒你，别玩过火了。沈南浔要是狗急跳墙，会出事的。你来公司干什么？怎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要跟你合作。那既然是合作伙伴，那当然得表示一下诚意了。你也知道这家公司现在谁说了算，这里是沈南浔的地盘，到处都是他的人。你跑来招摇，是嫌命太长。你是在关心我？阿晨，你是不是怕我出事啊？沈总好。阿宁呢？有人看到阿宁了吗？没注意到他，不过刚才看到小沈总往东侧那边去了。他来12楼干嘛？他办公室不是10楼吗？还是说，你不敢承认你在关心我？阿宁，阿宁，你在哪儿呢？是宁，这个狗男女果然在这里，我让你们不得好死！石宁人呢？手机在这。阿璇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的手机原来掉这里了，谢谢你啊。你不是来找我学习公司的事情吗？我想先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，没想到把手机弄丢了。你给令琛打电话干嘛？没事，都是一家人嘛，打个招呼。把手机放下。进电梯。那你呢？放心，我回办公室。不知道他回去没？有事？石宁今天来公司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来找你，又不是来找我的，我需要知道吗？没事儿，打个招呼，挂了。阿璇，谢谢你帮我找回手机。那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工作了。石宁，我总能抓住你把柄。石经理喝水吗？我给你打。不用了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谢谢啊。阿宁，这是公司并购项目的方案文件，非常重要。
务必要保管好，别丢了哦。知道了。哎，你手怎么了？怎么肿成这样啊？没事儿，我不小心撞到了桌角，小伤而已。哦，那你要小心点啊，伤到了手不要紧，伤到脑子可就不好了。是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并购方案这种核心机密，竟然交给一个新人保管，这就给我下套了。正好，我不打无准备之仗。石宁，把并购方案拿出来，大家讨论一下最后的条款。嗯。奇怪，文件不见了。石宁，这么重要的文件你怎么能弄丢呢？如果方案外泄，损失几个亿，你怎么负责？石宁，当初说不让你来公司，你偏来，现在把这么重要的文件弄丢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沈总，你对他也别太严厉了，石宁肯定不是故意的。你闭嘴！既然阿宁选择了来公司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付出代价。唉，石宁毕竟刚来，经验方面可能有些不足，我们还是多多包容他吧。沈总说的对呀，本来就是空降兵，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我刚来公司，职位又这么高，很多人都觉得我是靠关系走后门进来的。那肯定啊，在场的所有人除了你之外，都至少熬了5年。既然大家都质疑，那我趁今天一次性把话说清楚。我这个人做事呢，向来都喜欢备份。那份文件呢，我已经把它扫描成电子版，完整保存下来了。哎，这有备份，你看这，哎，没丢就好。什么情况？陈秘书刚把文件给我之后，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我的工位，帮我整理笔，然后文件恰好就不见了，是不是太巧了点？石宁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把脏水泼我头上？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怎么就不打自招了？他肯定是在虚张声势，我早把监控删了，不可能留下证据。沈总，这是在污蔑我！我一心一意为公司效力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啊？石宁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讲究真凭实据，在职场里一句空话，可能会毁掉一个无辜同事的前途，你知道吗？无辜？那我呢？我就活该被你们合起伙来污蔑吗？陈秘书，如果我真的污蔑你了，我现在立刻就可以辞职走人，绝不多说一句话。但我如果证据确凿，证明这件事就是你做的，那你觉得你的这个首席秘书的位置还坐得住吗？我没有，我根本没有做过。真不巧，我这个人呢，做事啊，就喜欢留后路。我习惯把一切都记录下来，比如说，在我的工位里，我装了摄像头。看看，原来是他故意拿走的。怎么干这种事啊？你看，这就是程秘书拿的，是吧？你看，陈秘书，解释吧。我不是有意的。哦，你不是有意的，那就是被人授意的。难道是？程英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枉我这么信任你。
哎，但是你来公司这么多年，一时犯错也可以理解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沈总，您刚才不是说不管是谁犯的错都要付出代价吗？难不成您是想包庇他吗？做错事理应受罚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有意见吧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你们从现在起，撤掉程英首席秘书的位置，另行调查。散会。沈总，我刚才这一局打得漂亮吗？漂亮是漂亮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是漂亮吗？我刚才把沈南巡身边最硬的一块石头撬开了，程英倒了，你就可以安插自己的人，这就是我给你的投名状。不知道你满不满意？我可以做你的合作伙伴吗？你扳倒程英不过是为了自保，怎么就成了给我铺路了？沈总真没意思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我就算是为了自己又能怎么样呢？但结果呢？你的对手少了一个最得力的爪牙，你的势力更进一步，两全其美，不是吗？怎么？你害怕了？怕我成为一个甩不掉的合作伙伴？光会耍点小聪明，扳倒一个秘书，还远远不够。那要什么样的筹码，才能成为沈总的合作伙伴呢？坐上首席秘书的位置，到那个时候，你才有资格和我谈。首席秘书的位置，看来得找爷爷。哎，自己来吧。爷爷，我最近呢，在公司学到了很多东西。现在程秘书走了，集团这么大，首席秘书可不能空着呀。我呢，你说这个呀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是谁啊？许家千金小月呀，许家和咱们家是门当户对。今天我安排了小月和阿琛相亲，等小月当上了秘书啊，刚好培养感情。什么？狗男人要相亲？沈总，你从刚开始就心不在焉，怎么嫌弃我打得不好？许小姐半个小时打了8个电话，我们俩彼此。没办法，事业为重嘛。既然我们俩目标一致，那这局也没有必要继续了。我有喜欢的人，你回去告诉许家，是你没看上我。我也没兴趣抢别人的墙角。我们两家合作继续，感情嘛，随缘。不过像沈总这种佛子，也会有动凡心的时候。是哪家的千金？沈总，我得先试探清楚，沈凌晨是不是真的想和许小姐相亲结婚。如果他真打算认真，我可不能当那个拆别人感情的坏女人，只能另想办法了。看来你喜欢的人来了，沈总，想不想知道他喜不喜欢你？许小姐帮我，恐怕也不是免费的吧？这么紧张，这还是那个杀伐果断、铁血手腕的沈凌琛吗？小叔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啊，没想到许小姐也在啊，我还以为只有令琛在呢，打扰你们了。怎么会打扰呢？我们刚打完一局，石小姐要不要也来？不敢献丑，我正好有一份文件需要令琛过目一下，方便吗？方便。你看一下，关于海外并购案的最新发展。
就为了这个，还让你特意跑一趟。也不全是，主要是因为爷爷提到了你和许家千金的事儿，我还挺意外的。许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也强，你是不是觉得不错啊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终身大事了？毕竟我们两个关系特殊，我当然想知道，我的小叔子以后会娶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回来。所以，你要娶她吗？还在了解。再说了，像婚姻这种大事，怎么能见一次就定呢？还好，他并没有想要真的结婚，看来我还有机会。那既然你没有定下来，我也不多问了。不过，这份文件你可得好好看一看，里面肯定有你很想要的。看来，沈总这个佛子不光动了凡心，还挺喜欢被人撩啊。那文件就先这样，你们二位好好聊，我不打扰了。只敲山不震虎，他这块兵疙瘩哪会动心？必须给他来点猛的，让他彻底记住我这嫂嫂。对了，有些旧账啊，早晚都会算清，总拖着对谁都不好。这姑娘真可爱，我都要爱上她了。不过，她似乎还没有开窍。沈总，你还需再多多努力。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急什么？先拖一拖，说不定能帮你验出来她的真心呢。许小姐帮我，恐怕也不是免费的吧？沈总果然精明，商人嘛，无利不起早。我要城西那块地，如何？成交。合作愉快，期待看好戏。Surprise！ 这诱人的身材，今晚必须拿下！我得趁着狗男人没和许小姐定下关系，抓紧撬墙角，否则许小姐真的成了他的未婚妻，那我和首席秘书的位置就要说拜拜了。胆子不小啊，还敢在沈家乱闯！我今天白天好像破坏了小叔子的相亲局，为了弥补，特地送补偿来了。补偿在哪儿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是说你啊？香喷喷的美人都在怀里了，沈总难道不心动吗？你突然来找我，怎么？你动心了？当然动心了，一见钟情的那种。沈总，我不仅可以给你做老婆，我还能当你的合作伙伴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所以，你看中的还是合作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当老婆和合作伙伴，这两者也不冲突吧？这姑娘似乎还没有开窍，沈总，你还需再多多努力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沈总，别浪费时间。
这补偿太贵重了，我消受不起。嫂嫂，狗男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征服欲。师娘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，我要的是你的真心？来，敬你们啊！哎呀，这沈老爷气色真好啊！哎呀，徐老弟、徐夫人，小月也来了。沈爷爷，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难不成是来谈婚事？咱们两家呀是门当户对，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是顺风顺水。这门亲事啊，我是早就看好的。老爷子，你放心，我们家小月呀，性格也直爽，咱们两家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。看来沈凌晨真的要订婚。爷爷，我去后厨看一下。好的。沈总，你的心上人，误以为咱俩要订婚了，还不去看看？不过这一次，说不定这下子直接把他的真心逼出来了。别忘了事成之后，记得好好感谢我。谢了。别说他们啊，确实是好啊，是吧？你找我？沈凌晨。我本来只是为了弟弟才接近沈凌晨，但他都要订婚了，我不能再做恶人，不能拆散别人的感情。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？不过这一次，说不定这下子直接把他的真心逼出来了。沈总，祝你订婚快乐。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，这就是你的选择？那我能怎么做？该做的我已经都做过了。我往前迈一步，你后退10步。我可以一直追着你，可我不想去破坏别人的感情。许小姐是无辜的。那首席秘书的位置你也不要了？我想要，可我不想用伤害别的女孩的方式去得到。师娘，这就是你的真心，你就不能为了我，哪怕一次，去争，去抢吗？沈凌晨，你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都要订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？他在勾引我。那你还和许小姐订婚吗？笨。笨是什么意思啊？今晚就动手，程英那边都安排好了。这次一定要把沈令琛和石宁一起搞臭，让他俩一起滚蛋。我自然就坐我的继承人的位置，到时候我再也不用讨好那女人了。她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好啊，既然你要玩阴的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一起算清楚吧。我看呀，这俩孩子挺合适的，不如啊，咱们早点把那订婚的日子给选出来，大家安心嘛。我看行啊。长辈们说的热闹，但还没有问过我们当事人的意见，对吧？是，那小月先谈谈你的想法。我呢，就一心想搞事业，想把许家做大做强，感情嘛，就随缘了。阿琛，你呢？你这小子可别让我失望啊！爷爷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
你有喜欢的人了？谁呀？还瞒着爷爷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他是在说我吗？阿琛，学会卖关子了啊！阿娘，程英来了，说是为以前的事表达歉意，想当面跟你道歉。该来的终于来了。今天如果能反将一军，说不定首席秘书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阿娘，上次是我不对，我这次特意来找你道歉的。这杯酒我敬你，算是我跟你认错。这杯酒看来是给我准备的大礼。沈南巡这手段真令人可笑。阿宁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对你不敬的。你不会不肯喝吧？怎么，程秘书怕我不喝，没办法陪你唱一出好戏？你别乱说呀，哪有什么戏啊？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也不好驳了你的面子。对，你肯喝就好。阿娘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我扶你上去休息一下啊。哎，阿娘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好晕，身上好热。阿琛，爷爷找你有急事，快来4楼书房。沈南玄，你以为这样就能算计到我？真是低估我了。沈总，不要相信沈南玄说的任何话。还有，配合我演一场戏。我先失陪一下。沈凌琛上去了，看来他信你的话了。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房间里点了迷情香。阿宁喝了药，现在肯定神志不清，等一下肯定顺理成章的发生点什么。哎，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去捉奸了？当然，但我们不能出面，得用一把现成的刀。哎，小月小姐，怎么没看到令琛啊？刚刚我还看到他和阿宁在走廊一起呢，转眼就不见了呢。沈总，你真有意思，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情？我这不是看你和阿琛关系好，在乎他吗？沈南巡，你这算盘打得也太明显了，想把我当枪使，那就成全你们，看看你们有多蠢。是啊，令琛毕竟差点成了我的未婚夫，我是得找找他。那谢谢许小姐，麻烦你找到了告诉我一声。沈总，沈南玄说你和阿宁一起消失了，他们好像准备去房间抓奸，小心应对。既然有人要演戏，那我就看看这出戏最后谁哭谁笑吧。这下好了，石宁和沈令琛都完了，继承人之位非我莫属。大少爷不好了，石小姐她逃跑了啊！他怎么可能逃跑呢？门不是锁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怎么会是你啊？石宁人呢？你醒醒，说话！好热，南雪，救我！糟糕，这香！你清醒点，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好好享受吧，我可是很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待会儿盯紧沈南雪，他在酒杯里面做了什么手脚，立刻把2个酒杯调换过来。记住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这些钱足够你生活10年了。是，小姐。这场戏的高潮才刚刚开始。爷爷，我早就听说过这沈家老宅了，虽然没能嫁进来，但今天借这个机会来参观一下这100年老宅，也算圆了我一个小心愿。你这丫头随便参观啊！这是什么声音？天啊，这是谁啊？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做这种事情？到底什么人敢在我沈家放肆？沈南旭！你个混账！南雪，南雪，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背着我干这种事情？你这个贱人，竟然趁我喝多了勾引我！不是我，我没有。南雪，我知道，你不是有意的，对吗？真是丢人。对，是尤爱，是他逼我的，我是被陷害的，你要相信我。这姑娘真有意思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配合你。你情我愿，怎么可能是被逼的呢？好一出出轨大戏，可怜石小姐还在这帮你说情，渣男！出轨就是出轨，找什么借口？呸！真不要脸！沈家竟然培养出你这……闭嘴！畜生！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！爷爷，我是被陷害的，都是那个贱人。沈总，感谢配合，爱你哦。是这个贱人，他灌我酒，是他勾引我，我绝对没有背叛阿宁啊！胡说！明明是你先招惹我的，当初是你说只要我帮你对付石宁，你就会娶我进门，现在反咬我，你这个孬种！闭嘴！我之前就收到2个人亲密的照片，我还以为是误会，可今天你们真的会这样子？南雪，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是被陷害的，都怪这个迷情香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别装了，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，你从一开始就拿我当挡箭牌。够了！来人，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立即逐出沈氏集团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沈南旭，你不能好死！爷爷，放开我！身为沈家的子孙，竟然如此不堪，死得败坏，连累家盛。来人，家法伺候！爷爷，我是被冤枉的，爷爷。爷爷，我是被陷害的。沈老爷子应该对沈南轩彻底失望了，也许接下来老爷子会重新考虑我和他的婚事。
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还没成婚，就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今天还闹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来，这叫我在圈子里怎么抬头啊？爷爷一直对我很好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只是，我想嫁的是他的心里只装着我一个人的男人。我和南浔的婚事，能不能就这样算了？这定下来的婚事，怎么能说算就算了呢？男人年轻气盛，哪有不犯错的？只要他以后改正，也还是一个好男人。阿宁啊，这圈子里的人都是看笑话，你只要这件事不吭声，这过几天就没人会再提了。你现在退婚，只会把这个传闻都盖在你的身上，也会盖在沈家的头上。可是，如果我……你弟弟最近的情况怎么样？他还可以。你弟弟小玉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一天几万的费用，也不是个小数目。只有你嫁进了沈家，爷爷才能够帮你拿到资源呢。好孩子，你也别觉得委屈。现在这个局势，你要想让你弟弟拿到那个医疗资源，只有一条路，嫁给南浔。婚后，我会马上安排最好的团队去为你弟弟治病。南浔现在出了事，风口浪尖，你说这个时候要提出退婚，圈子里怎么传？说你落井下石，说沈家出了事，连媳妇儿都保不住。你叫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你很聪明，知道取舍。再说了，程英那边已经收拾干净了，首席秘书的位置已经空出来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吗？这以后就是你的了。一切都听爷爷安排。爷爷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哎，好多了。那就好。阿宁啊，在爷爷心里，你早就是咱沈家人了。爷爷，生日快乐！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谢谢。阿宁真是太懂事了，真会心疼人呐。沈家人，真正的危机来了。我不过是个可以被安排的人罢了。哭过了？没有。如愿以偿，拿下了首席秘书的位置。恭喜你，我的合作伙伴。沈总，我已经不需要合作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决定跟沈南浔结婚，合作作废。你先招惹的我，现在你说作废就作废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怎么，我说放弃就放弃？难道你还能吃了我不成？我现在就算是吃了你，又怎样？沈凌晨，你疯了吗？这里是沈家，是又怎样？是你逼我的。你不是对我不感兴趣吗？你现在这样又是做什么？
你呢？你就甘心嫁给沈南巡，那个不知道睡过多少女人的渣男？他也配？你别后悔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不欺负你。怎么不继续了？沈大总裁也有怂的时候。你都这样了，我怎么忍心呢？原本心里乱得要命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他身边闻着他的味道，心竟然安静下来了。想逃？昨晚是个意外，以后两不相欠。两不相欠？先问我答不答应？沈宁，你还要嫁？尽快处理沈南巡的亲子鉴定，越快越好。还有，给他做个局，先让他在集团内栽个大跟头，我要他尽快出局。你不是非要嫁给他吗？我就亲手把他变成彻底的废物。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您打我也好，骂我也行，只要您别不管我。别废话了，你们俩的婚事尽快办。这次若再让我失望，你就永远不要再提什么继承人。没问题，爷爷，我这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藏得够深啊！宴会那晚是你搞的？证据呢？别乱咬人！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不想嫁给我，可我偏偏就要娶你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沈家的嫡出，就算老爷子再不满意我，那也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染指继承权。啊，你不是为了你弟弟的病拼命吗？那你最好乖乖听话，做我的老婆。沈家的医疗资源我一分都不会少，但你要再敢耍花样，我就让你弟弟的病永远都治不好。那既然都摊牌了，我们谈条件吧。结婚可以，但是婚后我不会任由你和沈家的摆布。我们合作，你拿继承人，我拿资源。婚后立刻给我弟安排治疗，等你坐稳位置，我们立刻离婚，谁也别缠谁。你现在还和我谈交易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和我谈条件？好啊，那我们就鱼死网破。我疯起来，你也别想登上任何位置。行，成交。忘了说了，你让我觉得
无比恶心。接下来，耀光国际的并购案将是我们沈氏集团今年最重要的一次合作，谁能谈成，谁就能立大功。阿勋、阿琛，你们各自有什么想法？爷爷，耀光的谈判颇有难度，我建议先由我来接触一下耀光有意向的高层，摸清楚他们的态度之后，再选取合适的人选，推动后续的发展。爷爷，耀光本来就是我先接手的项目，现在突然换人，这不是削我面子吗？阿琛，你为何非要这个项目？我并非是要抢功，只是耀光近期高层动荡，新任 CFO 周安辰是我在留美期间的同班同学，我们关系比较好。你要是认识的话，那就更不应该出面了。咱们沈氏得给足诚意，怎么能走后门拉关系呢？行吧，既然南巡这么有信心，这个项目就由你来谈。不过我要结果，一旦失败，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承担。您放心吧，爷爷。上钩了。周总，沈总您太客气了。这位是未婚妻？我的未婚妻不仅人美，脑子还好使，以后就是我们沈氏的秘书长了。合作愉快，嫂嫂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小心点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狗东西，在报复吗？我去卫生间处理一下。我洗个手。狗男人，报复心理这么强，把我衣服都弄脏了。你干什么？这是公共场合。聊完我就跑，有本事啊，史秘书！谁撩你了？别自作多情，我马上就是你嫂嫂了。嫂嫂，是你先勾引的我，现在又装作不认识了。你闹够了吗？再闹下去会被别人发现的。发现又怎样？你就非要嫁给他不可？没错，非嫁不可。为了你弟弟的医疗资源，你早都猜到了，是又怎么样？这些东西我也可以给你。你能给我？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你坐稳继承人的位置吗？我能等，可我弟弟等不了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小没良心的，你都没试过，怎么知道等不到呢？就说嘛。怎么，你回来了，阿宁没回来？哦，路上刚好遇到了，他说有些不舒服，就回去了。女人就是麻烦。沈大少，咱们这个项目利润可是翻倍，你眼光毒辣，早出手就是赢面。周总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就这个项目，资金链断得快，回款也慢，收益虽然高，但风险却不小。我更有经验一些，不如交给我吧。弟弟，这个项目是我最先拿到手的，怎么现在看到利润高了就想接手啊？你这可不厚道。拿来吧，我负责。爽快，那这个项目我就放心的交给您了啊。
别忘了，我和阿宁的婚礼，周总一定要来啊！一定一定，我就等着看你们新郎新娘双喜临门啦！这里是女更衣室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没锁门，我就这样进来了。你也太不小心了，新娘。你快走，再不走，化妆师就要来了。你还记得订婚当日你怎么勾引我的吗？沈凌晨，你敢不敢睡我？忘了。我这个人记仇，要不我们把当天没做完的事给他做完。你快走，你再不走，我真的就要喊人了。你喊呢？你喊得越大声，我越满意。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被人抛弃。这把火既然是你点燃的，那什么时候结束，应该是我说了算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猜，今天这场婚礼，你结不结得成？别紧张，我是来祝福你的，新婚快乐，新娘。沈少，今天真是抱得美人归啊！哪里，是我运气好，能够遇到阿宁这样的好太太。沈凌晨到底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现在也不现身？婚礼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让我们共同祝福新郎新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停电了？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刻，经理人呢？沈凌晨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？怎么？就那么希望现在拉着你的人是他？沈凌晨，现在是婚礼现场，你疯了？对啊，我还就是疯了。你猜你现在这场婚礼还结不结得成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还有5秒钟时间，到时候全场灯光都会亮起，大家都会看到我们像现在这样抱着。你说会发生什么？你想曝光我们的关系，当着所有人的面。看来你也了解，我们俩关系不一般。真的彻底疯了。这是对你的惩罚。谁让你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？3，什么事？2，1，3，2，1，太好，恢复了。刚才下算有电了，怎么回事了？看来确实是意外啊，也没发生什么。婚礼，你说？还好没停太久，我都有点怕黑。刚才，师娘，你没事吧？刚刚停电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抱歉，
刚才我们会场的设施出了一点小问题，不过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我们的婚礼继续进行。沈总，周总，你才来啊？给你介绍一下。先不打扰婚礼，只是有一件小事要跟你确认一下。这是你沈南巡亲笔签署的投资协议，股权质押合同原本。根据合同内容，你为了融资向我方质押了沈氏集团5%的股权。如今贷款违约，我们将依法接收股份，并进行追偿。不可能，这只是普通的预付款协议，你骗我？这里清清楚楚写着你沈南巡的名字，你情我愿，怎么是骗？沈氏的股价跌了，今年市值直接蒸发5个亿。胡闹！你竟然拿公司去赌，太夸张了！我之前就说他这人不行。我只是想表现一下。刚才的事是你做的。破坏我的婚礼，你很得意。我只是想让你有所选择。选择什么？在所有人面前出丑，再和你狼狈为奸。你想要的我也能给，但你现在选的路未免太低级了。你想拿到医疗资源，不是只有结婚。你想毁了它，也不一定要你自己下场陪葬。什么意思？若想令其灭亡，必先令其疯狂。你懂他的弱点，不如亲手把他推向深渊。你说服我了，合作愉快。这是盖章。合作愉快。爷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你别不管我呀，爷爷。喂，我现在不想见你。爷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进去吧。不，我不能失去继承人的位置。不，阿宁，虽然婚礼这次出了差池，但你既然是沈南巡的未婚妻，这个身份就改不了，哪怕没结婚，也是我们沈家的人。即便沈南巡犯这么大的错，老爷子还是不肯放弃的。阿宁，我选你，不只是看重你的稳重，也不是看你的背景，只是觉得你的性子温顺，一个男人后宅稳了，事业才稳得住。阿寻虽然有错，但毕竟是我亲孙子，我年纪大了，也不想再动干戈。他这次吃了亏，你以后得多提点他。我明白，爷爷放心。什么贤内助，不过是觉得我好拿捏罢了。你就让我进去吧。爷爷说什么了？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有没有松口？爷爷很累了，没说什么，只是让我多关照你。阿宁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我在爷爷面前说说好话行吗？你拿的什么东西？没什么。他
他跟爷爷的关系那么好，万一那份文件会不会是继承权的东西？藏的什么鬼东西？沈氏集团临时继承人提名书，沈令琛，他凭什么呀？鱼儿上钩了，速回。沈南浔今天会动手。老爷，请喝茶。这茶不对。爷爷，是你先不仁，别怪我不义呀。哼。速来祠堂，有要事。才刚试了水，沈南浔就沉不住气了，很好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爷爷，你和爷爷的关系最亲，他信你，你来叫醒他，让他签了这份继承书，立我为沈家唯一的继承人。你疯了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只知道，你如果不帮我，你和爷爷今天就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你不是最懂怎么哄他吗？来呀，叫醒他，让他签字录视频，快！爷爷，爷爷，你醒醒，我是阿宁啊，爷爷。怎么回事啊？爷爷，签这个，只要你签了，把视频录了，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守住公司的。荒腔走板这出戏，终于快要落幕了。你这是要谋逆？沈南浔，你还知道我是你爷爷吗？我当你孙子当了20多年，到头来你只相信沈令琛那个野种，不相信我。我信不信你心里没数。你闯过那么多祸，我替你擦过多少次屁股。你别装清高了，你以为我愿意走到这一步？我也想过，让你安安稳稳度过晚年，可你不识好歹，非要立沈令琛那个野种为继承人呢。我什么时候立过那小子？你自己看，这难道不是你签的字吗？这不是我的笔迹，也不是我的印章，你被别人骗了。原来是你在骗我！好啊，你竟敢玩我，你还敢设计我爷爷！你这个贱人！住手！你住手！你已经绑了我，再拿命去犯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只要出了人命，谁也保不了你。
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明明找人缠住你了。好啊，是你们两个联合起来欺骗我，这是你们设的局啊！真正容易被骗的，不是傻子，而是自以为是的聪明人。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陷害我，他们一男一女贱人配狗，骗得我好苦啊！爷爷，我才是你的亲孙子，我才是沈家的继承人啊！要不是这场戏，我真被你的假象蒙了眼。沈南巡，你疯成这样，根本不是为了沈家，是毁了他呀！不是的，爷爷，我才是沈家的嫡子。沈凌琛只不过是为了财产才接近你，他是个野种，他根本就没有资格。为了夺取我们的财产才陷害我。我告诉你，真正名不正言不顺，流着肮脏血液的人，是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阿琛，你刚才说那句话什么意思啊？爷爷，我最近一直在调查一件事，现在总算是有了些眉目。当年在我母亲和父亲中间感情横插一脚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沈南巡的母亲，沈夫人。你母亲？你父亲当时和她谈过恋爱，我知道。但那段感情早就被我叫停了，是我逼你父亲联姻的。但您不知道的是，沈夫人在进沈家门之前，就已经怀有身孕。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沈南巡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沈家的人。你母亲在过门之前就已经怀孕了，是她通过算计将我父亲拉下水。爷爷看她怀了孕，才逼我父亲娶她。你才因此成了沈家的种。你说，她那时候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？不，这不可能！爷爷，他在骗你，我是你的亲孙子。爷爷，这份亲子鉴定报告上面明确的显示，你和沈南巡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。这，竟然真的没有血缘关系？我被骗了这么多年。你不要相信他，遗嘱可以造假，亲子鉴定也可以造假。遗嘱是可以造假，但亲缘关系不会。爷爷，如果您怀疑的话，我们去医院查一查。我确实逼你父亲娶她，她进门前就怀孕的传言，我也不是没听说过，只是我不愿承认罢了。你刚才拔刀相对我的时候，我就心里有一个答案，能对我举刀相向的，绝不是我沈家的子孙。来人，在，把沈南巡抓走。是。你放开我！我今天要和你同归于尽！是他，当初给了我一笔弟弟救命钱的人，是沈凌琛。爷爷，我才是您的孙子，我是沈南巡，我是您亲手教出来的继承人，你不要相信那个私生子。你若是我的孙子，怎会对我下毒手？你不配姓沈，把沈南巡移交警方。他涉嫌故意谋害直系长辈，按法律重审。爷爷，走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对你有偏见，如今看来是我错了。爷爷，您不怪我。成王败寇，各凭本事。沈家要存要立，
只有交到真正能撑得起人的手上。你赢了，也是沈家的福气。你母亲是个好姑娘，我会替她证明。当年我一意孤行，逼你父亲娶了别人，结果你父亲早亡，他也郁郁而终，一桩婚事毁了2个家。到头来我图什么？就连你也差点让你重蹈覆辙，强逼你让贤，强逼阿宁嫁人。罢了，爷爷，对不起，那份继承人合约是我伪造的。我亲耳听到沈南巡说，婚后他要制造意外，让我合理死去。那天晚上，我真的怕了。哎呀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当年如果我没有插手阿琛父亲的婚事，如果我没有执意的撮合你和沈南巡的婚事，也许也不会酿下今日如此荒唐。你若愿意，沈家仍可以将你当做沈家的孙媳妇，我也再不会乱点鸳鸯谱。你们的姻缘我不插手，只问你们自己的心愿。我听宁宁的。爷爷，我现在最关心的是，我希望我弟弟能够尽快的做手术，再多拖1天就多一份危险。你放心，爷爷马上安排最顶级的脑外科团队，尽快的手术。谢谢爷爷。阿琛，机会是争来的，不是等来的。是。小玉，都做完手术了，你怎么还不醒过来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还不醒过来？你不是答应过姐姐，要一直陪着我吗？放心吧，医生都说了，没什么大碍了。他肯定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小玉2次。你想起来了？不过这一次，你不用再费尽心机勾引我了。不过这次，我还是选择主动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那晚竟然是你。我一直在找你。既然你忘过我，那你就得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把我拴你身边一辈子。石林晨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一见钟情，蓄谋已久。好啊你，欲擒故纵被你玩明白了。老婆饶命！